都2026年了，加密货币这波淘金热是不是早就过去了？我猜很多人都在想啊，现在才上车，是不是连汤都喝不着了？别急，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，现在这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对，咱们就直接点，不绕弯子。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，2026年了，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？这个问题啊，估计是很多人心里头最大的一个问号。咱们今天就必须把它说明白了。好，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能，当然还能投。但是，关键就在这个但是上，整个游戏的玩法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的变了。这句话就是咱们今天所有分析的核心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还抱着那种买彩票的心态来玩加密货币，那个就太危险了。真的，这种想法早就过时了。咱们得换个思路，用一个新的比喻来理解它，那就是一张高风险的高铁票。哎，你看这个对比就特别有意思了。以前呢，大家觉得投币圈就像买彩票，能不能中全看命。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它更像是一张开往未来的高铁票。你看啊，高铁有明确的终点站，对吧？这说明它已经算是一种另类的主流资产了。但是呢，这趟车啊，路上肯定会颠得你七荤八素的，风险超级高。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那种花几百块就想赚几百万的一夜暴富神话，那个窗口基本上已经对我们普通人关上了。好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那现在市场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？为了让大家有个最直观的感受，咱们不讲虚的，直接来看2026年1月份的硬数据，给市场拍个快照。首先当然是看老大哥比特币，价格嘛大概是$95,000上下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它之前冲破了$10万那个大关口，但现在呢稍微有点回落，正在一个盘整期。行，再看一眼二当家以太坊，价格差不多是$3100。看了这两个，咱们对整个市场的体量就有个大概的谱了。好，再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，叫恐惧与贪婪指数。现在是多少呢？42。这个指数你只要记住一点，50是分水岭，低于50就说明市场情绪偏向恐惧，或者说比较冷静，反正绝对不是那种打了鸡血的狂热状态。哎，这个指数就引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投资逻辑，可以说是反人性的。你看，当所有人都害怕、都在抛售的时候，这往往才是一个更好的长期的入场机会。反倒是大家都在狂欢，都觉得能赚大钱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小心了。行，了解了市场的温度之后呢，我们就能顺理成章的总结出3个你现在入场前必须要明白的投资真相。这3点可以说是把过去那些老观念全都给颠覆了。来，第一个真相可能有点扎心，但必须得说，对于咱们普通人，加密货币早就不是那个一夜暴富的造梦机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成熟了，那种投几千块睡一觉起来变几千万的好事儿，说实话基本已经没可能了。这张图就解释得特别清楚。你看，比特币的进化史，最早是少数奇客在玩，风险巨大，回报也巨大。后来散户冲进来，市场波动上天入地。到了现在，华尔街的大佬们，像贝莱德、富达这些巨头，带着大钱进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它越来越正规了。但也意味着它的波动性在降低，那种动不动翻几百倍的爆发力自然也就小多了。说白了，它现在越来越像一只高波动版的科技股了。好，第二个真相，咱们来说说比特币之外的那些山寨币。这里有个比喻，我觉得简直是太形象、太到位了，也非常有警示意义。对于新来的投资者，绝大多数山寨币就是一台绞肉机。你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，数据就在这儿摆着。你看，到了2026年，市场上绝大部分的钱都去了哪里？都集中在比特币那儿。这就导致什么呢？大部分山寨币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拉盘，他们的下场很可能不是不涨，而是直接归零。所以你听我一句劝，去追这些小币种，那不叫投资，那叫懂命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来到了第3个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真相。你必须彻底转变你的观念，别再把比特币看成一个什么前沿科技公司了，你要把它当成什么？当成是数字黄金。数字黄金，哎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。
咱们接下来就得好好聊聊这个所谓的数字黄金到底是个什么角色，以及你到底该怎么把它放进你的投资篮子里。好，你看这个表就一目了然了。黄金和比特币相同点是什么？都是为了对抗通货膨胀，保护你的资产不缩水。但区别可就太大了。黄金呢，稳如泰山，是用来守天下的资产；而比特币呢，波动性那叫一个刺激，大起大落。所以它还是我们说的那个比喻，一张风险极高的高铁票。好了，理论咱们都搞明白了， mindset 也调整过来了。那最实际的问题来了，我们这种非专业的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？别急，这儿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相对安全的行动计划。你看这张图，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条铁律，就是加密货币在你所有的投资里只能占一小块，顶多10%。而且你投进去的这笔钱，心态上必须是就算全亏光了，我也睡得着觉。这笔钱绝对不能是你的身家性命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给2026年新手的3大纪律，记住了啊。第一，管住手，控制好仓位，最多不要超过你总投资的1/10。第二，别瞎看，就盯住老大和老二，也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。第三，也是最考验人性的，就是要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，在市场下跌一片哀嚎的时候分批买入，千万别在新闻天天报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去追高，那是在山顶站岗呢。行，聊到这儿，咱们今天就明白了，有像黄金这样特别稳的资产，也有像数字黄金这样高风险高波动的资产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，有没有一个既能有不错的回报，风险又相对可控的中间地带呢？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好好去思考一下。